大家好，我是连。我是魏魏。我们现在来到复旦这个学区周边，我们要来吃一家微微收藏了4年的店。我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它就一直躺在我的收藏名单里面，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永远觉得我下一次再吃好了，然后就4年过去了。就其实后面这一区啊，在我入学的时候那一阵子都还在整修，然后最近这半年来突然开了超多很新的店，就其实我都没有吃过，我甚至有一些店也没看过了。我有点好像走过头。哇，怎么办？大学姐迷路。到了我们今天要吃的店，芭比馒头。好，你自己吃啊。看一下。进来呢是一个有点半日式风格的装修，就是地板不太日式，但是桌椅啊或是隔间其实都还蛮日式，尤其是每一个座位之间隔起来的那个竹帘，让我觉得就是蛮隐私性有加分的感觉。然后墙边就像很多那种日本料理店一样，都会贴满了什么酒啊，然后一些日系海报的介绍。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贴老板女儿的照片。这个就是老板女儿哦。老板就是一个纯正的女儿控，然后他女儿叫小芝风花，他把女儿的资料放在他的菜单上面，放在墙上。我真的去就是 Google 他女儿，是认真有演那个《魔女宅急便》耶，她是琪琪耶，厉害吧？就是开一家店就是为了介绍自己的女儿，其实应该也是个不错的概念。有啊，有成功，就是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在这之前我们不知道那个小芝风花是谁哦，今天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蛮正的。你是大妈，不要这样。真面目被发现的，哦，正哦！一进来就爆点了一波，因为这边真的太便宜了。我觉得菜单上所有东西都是市区的一半价格。这一碗酱油拉面只要32块，就是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怎么不好好享受呢？你当学生的时候可能也吃不起啊。对，就是那时候应该觉得32块蛮贵的。这碗酱油拉面算是他们的招牌，因为这家店就叫神拉面嘛。然后这个拉面真的蛮好吃的，真的有神是不是？真的有神，就是当然没有神到说就是跟日本味道一样啦，但是我觉得已经有还原大概85%了。它的汤头是非常浓郁的那种豚骨香，然后酱油的味道其实偏淡，就是一点点那个黄豆的香气而已。然后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是这个汤上面的油脂，因为这个油脂就是在点餐的时候，服务员就会跟你说是他们老板就是亲手熬制的。对，就是听起来很厉害。然后可能看我是女生，问我要不要少油，我说不要，我要正常的。还好我没有选择少油，因为它那个油脂真的是为这个汤增加了大概1倍的香气。他可能是看你长痘痘了，怕你就吃太多油脂会长。OK。它那个猪油的香气非常的香，而且一点都不油腻，就裹着面条非常滑顺的到你的喉咙，就是一碗非常温暖的面。然后我觉得这个面体的话，其实不是我喜欢那种软软的，然后配菜的话其实也都蛮正常的，但是这个汤完全的征服我。不愧是收藏4年的店，值得等待。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哎，这4年我在台湾跟你相遇的。我们还点了2个小菜，辣白菜跟芥末章鱼。就蛮中规中矩的，但辣白菜因为不太辣，所以连也非常喜欢。好吃。你的标准好像跟大家不太一样。我点的是沾面，这是我第一次在上海找到沾面。我以前有特别找过沾面，但是可能是关键字搜不对吧，反正就没有找到过。谢谢我。好，谢谢大学姐。那这个沾面它的面体是比较 Q， 是黄面的那一种。其实这种面体拿来做沾面非常适合，因为吃起来会有一点点乌龙面的那种嚼劲感，然后配上这种比较干一点的汤汁，其实是很棒的。那它沾面这个汤汁，其实我自己觉得稍微是比较稀一点点的，不像是我们之前在日本吃那种是比较浓一点的汤汁。然后汤汁里面就是很重的柴鱼味，然后葱的味道，还有一些蒜的味道，就是非常浓郁，然后复杂的香气，然后里面再加上一些碎的这个肉屑，这可能是那种叉烧的脚边肉切下来的，我感觉。然后拿来做成沾面，就是也不浪费材料，又可以多开发一个品项。这个沾面我觉得吃起来味道跟汤的拉面不太一样，这个味道重一些，我比较喜欢。然后我们还另外点了一个综合天妇罗，这样子一整份综合天妇罗只要38块，真的是良心价。对，良心价。里面会有炸地瓜片，然后炸竹轮，炸竹轮蛮神奇的哦，怎么会有这种神奇的东西？炸香菇，还有3只炸虾。3只。这什么啊？茄子吗？我觉得是秋葵。好，等一下再说。然后还有炸虾头，
这蛮酷的耶，一般天妇罗比较少附炸虾头给你吧。那我就先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而且裹粉裹的比较特别，它是比较淡，颜色比较淡一点的粉来下手好了。秋葵，柳叶鱼，现在越来越觉得这超值了。既然是柳叶鱼，那就给我了。被抢走了。是有蛋的还是没蛋？有蛋的，我吃到蛋了。哇，有点油哎。但有可能就是因为它颜色比较淡的关系，就炸的可能不够久。但是柳叶鱼还是喜欢的。柳叶鱼是以前国中营养午餐的回忆。好，那重点就是我要来试吃一下这个天妇罗炸虾。炸虾是天妇罗灵魂，所以做的好不好蛮重要的。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旁边这个萝卜泥的小故事。我以前吃天妇罗不沾萝卜泥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沾萝卜泥。但是我后来好像看了一篇医学杂志之类，反正就说就是因为炸物比较容易致癌，然后萝卜泥可以抵消那个效果，所以我就会多加一点点。听起来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罐头文章，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反正我就是不要乱传播啦。其实我觉得虾子还算是蛮新鲜的，吃起来肉质还算扎实，然后外面那个天妇罗的面衣其实也没有非常的厚，所以吃起来我觉得那个比例是刚好的。唯一可以改进的可能就真的只是面皮可能需要再脆一点点吧，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再脆一点点，不要吃起来那个面粉的口感这么重的话，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大家有发现我们右边的帘子被拉下来了吗？他在上完菜以后会就是非常有礼貌的帮你把帘子卷下来，然后让你慢慢享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日本精神的一件事情，就蛮注重隐私的，我觉得。对的，但是只拉一半，这样如果是偷约会还是会被发现。在底下牵手就会被看到，这样。我觉得这个沾面给的分量其实蛮刚好的，在我吃到觉得有点咸到快要腻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吃完了。然后还有另外给一锅汤，这锅汤怎么弄呢？就是给你加进去沾面的这个汤汁里面，当成是一个汤的感觉。还是太咸，就很咸很咸的柴鱼汤，算了吧。这家真的是 CP 值很高的店啊，其实蛮推荐大家如果有来复旦附近的话，可以去吃吃看的。我觉得夸扯便宜，刚才我们那一整桌只要131块钱。当然必须说它不是那种顶尖好吃的拉面店，但我觉得已经蛮好吃的。对，就是它好上海来吃讲，然后很便宜这样子，对对。就是一个我会愿意坐个半小时的车来吃的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找个甜点吃好了。还要吃吗？吃。刚刚走在路上，我们在讨论要吃什么。连连看到这家店，很开心的说：“哎，吃这可以啊！”到底谁是女生？哎，舒芙蕾就很棒哦。知道吗？真的要吃这个吗？真的，可是现在吃不下，可以等一下，我们先走过去逛一下，再走回来。小小死。会被夹娃娃机店吸引了？没有，我只是觉得这面墙很可爱。你说塞满了娃娃吗？它叫假姐妹洞哎，假姐妹洞。不是假姐妹洞了。你在干嘛？你这个人，你补汤。这里有个创世天地，然后周末会有一些市集。可是我以前在的时候是一些就是衣服首饰的，现在变成农产品消费升级了，还蛮符合我现在心境。160，可能7或8吧。准呢，那你换你。不要拍脚，不要拍脚。我会说他很久没回来复旦这一区，他变得很想念。想念这里的性价比，生活不易。其实现在这个才是创世天地的市集啊。其中藏着你的香味，回忆里躲着你的泪。唱歌好听。最后拥抱的温暖还有一些，我躲着心里忘成。再听一首，因为你有付钱抖内了，再听一首。今天是不是豪车很多啊？邱姐呢？微微刚刚说想把手插到猪笼草里面。谢谢。尊重。主妇新技能。主妇的战利品。一株迷迭香。好啊，
希望就是我们家可以维持着一个很芬芳的香气，跟吃牛排的时候用得到。好了，该走的路也走了，该买的东西也买了，可以来吃甜点喽。我已经无法自拔闻它哎。中毒了吗？你是吸猫草的概念吗？会嗨起来。刚才原本要去吃那个舒芙蕾松饼的，但是我们在走过来路上看到另外一家很中式装潢的糖水铺，所以我们就决定遗忘掉那家舒芙蕾松饼，给糖水铺一个机会。这个比较健康。我点的是桂花酒酿烤梨汤。我一直很喜欢喝烤梨汤这种东西，因为我前阵子一直在咳嗽。这一家的梨汤是我喝过最浓稠的，因为一般喝梨汤其实都蛮清澈的，而且会有很重的甜味。但这一家我感觉它可能没有另外加很多糖，就是梨子本身的味道，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米的酒酿味，其实还蛮好喝的，就是一喝就是很健康的东西啦。再来是蛋黄今日热量担当香芋福团。它其实就是像麻糬，然后里面包着芋头还有咸蛋黄，就这个组合听起来就是很难以抗拒，所以我就点了。就吃一口就有一点不知道它在干嘛哎，就是蛋黄有点太油太咸，然后芋头的味道太甜，就没有那个芋头本身的香气。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不用点了，还要10块钱。他应该可以很清楚听到家店背景音乐一直在播放那种京剧还是什么那一种的。吃饭的时候汤匙要这样拿，跳条会不会有点恶心？会。对不起，我点的这个是薄荷绿豆沙，其实完全就是可以想象中的味道啊，就是绿豆然后打成冰沙。但我觉得画龙点睛是那个薄荷的香气，因为绿豆汤本来就是很清爽的东西嘛，加上薄荷又有一点凉凉的感觉，就算是给了我以后煮绿豆汤的多一个选择吧，给我一点启发。这碗绿豆汤的意义应该是这样子。那你觉得加迷迭香怎么样？错边了。我觉得不是很适合，迷香味道有点太重了，薄荷应该很刚好。你好认真哦。古代的娘娘，超重。不要骂脏话。这样。有像吗？整锅喝完了，把梨子挖出来吃。好吃吗？没有什么味道哎，感觉它毕生精华已经就奉献给这一锅梨汤，但是吃起来还是有一种很健康的感觉，感觉吃完以后咳嗽就会好了。头发会长多一点吗？这应该不会，这应该要吃芝麻糊。吃饱饱。真的蛮饱的，吃到天色又黑了。对，差不多要该回家睡觉了。就是不回来复旦附近，其实都不会想念，但每次一回来，又会有一种就是很怀旧的心情涌上，就是心头。感受到旧的跟新的差异。但我比你年轻。好了，那我们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话，记得记得追踪我们的频道，然后按小铃铛，也可以去 follow Instagram 跟 Facebook， 会有更多我们及时的互动。我觉得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一直就是拍影片的时候宕机，然后就是脸越来越不喜欢把它剪掉，所以大家会觉得我很强。可是我其实一直都这么强，只是他以前会剪掉，然后他最近都不剪掉。好了，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